少帅，您说都督此举是何意啊？他无非就是害怕这些降兵变成了我的亲信。少帅，不好了，三营打起来了。走吧。小姐，打探到消息了吗？今天城外三营发生了哗变，少帅一早出门就是为了主持大局的。盛家军投降已经是数月之前的事情了，怎么现在才哗变？听说都督克扣降兵的军饷，引发了降军的不满。他新提拔的赵营长一怒之下，杀了几个带头闹事的降兵，结果引起了降兵的公愤，双方打起来了。这消息属实吗？我们有供货商给军营送补给，确定属实。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何况这牧城，目前能与夏军对抗的也只有穆少帅了。要是你能把穆少帅拉到我们这一方，要想找到胜方，替子润报仇，恐怕也只有和穆少离合作了。谁让你过来的？我听说少帅为了城外大营的事情在烦心，所以过来关心一下。你还会关心我？我们现在是夫妻了吗？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刚刚说我们是夫妻。你刚刚说我们是夫妻。我听说城外的军营所有的降兵都是分开经营的。没错，为了区分，3营4营都是降兵。这就是问题的所在。说好听是3营4营，但其实在军中所有人都会用降兵营来称呼他们，在称呼上就有了区分，何来的归属感？你什么意思？化整为零，重新编入夏家军。至于都督，他自己都分不清谁是降兵了，何来扣军饷？钟婉若她既然不愿意嫁给我，又为何要来帮我？哼，只是合作而已。穆少离，你最好永远屹立不倒，我才能借你的手找到胜方，给子润报仇。都督，都督，赵营长他老赵怎么了？少帅入了军营，就要求把盛家降兵全部打乱，重新收编。赵营长他不同意，就被少帅给军阀处置了。穆少离，你别胡说八道！哥，少离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。闭嘴！夏军对穆少帅的忌惮日益深重，这几日回防都在骂穆少帅。穆少离好歹是替夏军打下盛家军的人啊。夏军本就生性多疑，既然他这么多疑，你就别再冒险来找我了。小姐，那天晚上夏军喝多了，我听他说，整个钟家，我想让他们死，一个都别想活。当时听到这话，我就特别担心你。他说的话是不是真的呀？根据少帅的安排，所有的降兵都已经重新收编了。就算是都督亲自来，他也分不清哪些是原来的夏家军，哪些是降兵。那几个带头闹事的，也是因为家里有事。现在按照少帅的吩咐，不仅付了军饷，还给了一定的补偿。新提拔上来的营长对少帅也是感恩戴德的。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罢了。只要他们好好干，我不会亏待他们的。哎，这次少帅可得要好好感谢夫人了。
多事。是，多事多事。钟婉若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听说军营的事情解决了，少帅难道不应该谢谢我吗？狐狸尾巴就藏不住了，说吧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只是想要少帅帮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我在找一个人，盛家军的前都督盛放。司马，是盛世华拜托你替他找爹吗？这不关盛世华的事，你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他。哦，说到你前夫，你不乐意了？你简直就是不可理喻！你明明就知道我跟盛世华没有什么的。以前没什么，不代表将来会没什么。你不想帮就不要帮，不要总是扯别人。如果不是心里有鬼，你为什么急着要走？夫人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的本分？只要有我在，你这辈子也别想和他在一起。我没有想要跟他在一起。再说一遍，我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你是我的，永远都只能是我的。小子，我是盛家军的都督，你要是放了我保证你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盛芳，你现在已经是阶下囚了，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你和钟婉若到底什么关系？钟婉若，她是我儿媳妇，我们就是家庭矛盾，吵吵嘴，能有什么恩怨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装傻充愣。钟婉若手里那批武器是不是在你那儿？那武器要是给了我会落到现在的下场。你不是被钟婉若给骗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哼，钟婉若，他连青梅竹马的刘子润都能出卖，你觉得他可信？你别被他给骗了。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不给刘子润援军这么大的事情，钟婉若能做得了主吗？说，他到底有什么恩怨？要不是他亲自举报刘子润通敌，
我怎么会放弃心腹大将？你这么关心他，该不会是喜欢他吧？或者是你想要那批武器？你闭嘴！现在是我在问你。小子，那钟婉若可不是什么善茬儿，你小心别被他骗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盛芳，你这么嘴硬，是不是以为你的儿子还在国外啊？啊？你说什么？不知道吧？你的儿子盛世华上个月刚回国，现在就在牧城的城郊扎着营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的儿子盛世华现在就在牧城的城郊扎营，一共也就几百来号人，我这大军要是一围，他的骨头渣子才是不剩呢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告诉我，你和钟婉若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他一直以为钟家那几十口是我派人杀的，可天地良心，我确实派人去了钟家，可我的人刚到的时候，钟家的人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告诉我，你和钟婉若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？他一直以为钟家那几十口是我派人杀的，可天地良心，我确实派人去了钟家，可我的人刚到的时候，钟家的人早就死得透透的了。盛芳说的是真的，钟家被灭门不是他干的，那会是谁？哥，我没骗你，我真的看到西姨太和钟婉若的密谈。没事，不必担心。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自有办法。这一切肯定是钟婉若的阴谋，跟少林没什么关系的，你不要迁怒他。看来你还是想嫁给他。可你知道的。好，既然这是你的愿望，那哥哥就努力帮你实现。真的？不过，你能在少帅府站稳脚跟的原因是，因为夏家。我知道的，哥哥。你跟了我多少年了？3年了吧。3年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都督给了我所有女人都想要的尊荣。是吗？当然。这就是背叛我的下场。少离啊，这些日子军中的事情让你费心了。不过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让我替你出面呢？都督让我处理军务，我自然要用点手段。
那倒也是。只不过这个老赵是跟随我多年的亲信。都督任命亲信没错，可这赵营长并非良才。降兵叛逃之事，他处理了1个月，也只不过杀了几个带头的，如此废物，岂不是耽误了都督称霸华中的大事？啊，你跟那个钟婉若怎么样了？既然是万全之策，你可不能动真心呢。都督放心，一个女人罢了，怎么比得上我们称霸华中的大事？少吏自然不会放在心上。好，既然没放在心上，就好。哎，这个如冰啊，一直都对你情深意重。你看啊，你们2个人的年龄也差不多大，要不这样，你把她娶进家门为妾。如冰小姐貌美如花，见识不凡，我怎么敢委屈夏小姐做我的妾呢？哎，少李，有什么委屈不委屈的？你现在是少帅，像我们这些有作为的人，哪个不是3妻4妾？我看你是怕钟婉若难过吧？怎么会呢？钟婉若，她哪里能比得了夏小姐呢？好，那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。老大，将就着吃啊！这帮王八羔子，他们在城里灯红酒绿的，我们在这吃糠咽菜，越想越气。前20年我已经享受的够多了，现在陪着百姓吃点苦，也好了解他们的需要吧。老大，你到底想怎么办啊？你真打算和钟婉若合作吗？钟婉若掌握着华中大量的商线，无论是武器还是物资，都得经过钟家贸易行。可是我看他对我们颇有敌意啊。我爹那边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哪儿那么快啊？钟家人一个没剩，剩下人一个没留，到哪儿查呀？不过之前给我们打过照面的刘老太太，我们查到她被钟婉若安排在城外，她应该知道一些内幕。继续查，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楚。好些天没收到新姨太的消息了，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？婉若，你今天没去贸易行啊？少帅今日也没去军营。上次军营的事情，谢谢你。不用说谢谢，只是，你可不可以再考虑考虑我的请求？你还是要盛放。盛芳与我钟家的灭门案有关，我必须要找到他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会把盛芳找出来交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谢谢啊。婉若，夏军要让夏如冰进府，夏军要让我拿她为妾。你答应了？我没有理由拒绝。也是，你没有不答应的理由。
婉若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经历过最深的痛，不是随时可能丢掉生命的征战沙场，而是回忆里的刺痛，回忆里的怨恨。那些恨让我痛苦，让我难过。难过？我不会难过，更不会知错。自然，对不起，为了报仇，我负了你。自然，你在天上一定要保护我，早日为你报仇雪恨。我向你保证，复仇之日，就是我们相见之时。明天的婚礼准备好了吗？婚礼用品一应俱全了。沿途路线记得安排好。少少放心，绝对不会再出现上次的事情。哦，这是明天的贵客名单。多加3场，我要大摆。是。明早几点接亲？早上8点。7点房门口等我。您这是？我要亲自去。可上次少帅没有亲自去接夫人，若是让夫人知道了，只怕是……夏军之所以要我娶夏如冰，就是因为对我起疑了。他害怕我和婉若感情甚笃，婉若会偷偷把武器交给我，到时候他这个都督就得换人做了。所以我越是对婉若不上心，他就越是安全。明白。军营的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少少放心，除了将盛家降兵全部打入了夏家军，我们还特意的安排了一批人在中间活动，会暗中拉拢倾向我们的士兵，保证除了少帅的命令，任何人都调不动一兵一卒。速度加快，我不想一直演戏。是。弄好了没有？我妹妹真漂亮啊，若冰啊，记着，进了少帅府呢，一定要注意少帅府里的地道和密室。只要我们夏家屹立不倒，穆少离就永远不会轻视你，懂吗？我知道的，就像他会亲自来接我，但却不会去接钟婉若。我的好妹妹，你终于长大了。记着，只要你喜欢穆少离，哥哥就算断了他的腿，也要让他留在你身边。夫人，少帅说夏夫人今日进门，您这婚房不宜再用红色，以免冲撞了夏夫人。好，你换吧。是。恭喜啊！都督，哥，喝茶。钟婉若，你干嘛拿茶烫我？钟婉若，今天是我和如冰小姐大喜的日子，就算你再不情愿，也不能当着都督和这么多亲朋好友的面无理取闹。可是明明就是……香儿，再倒杯茶。都督，见笑了。没事。
若冰，我们喝杯合金酒吧。少离，过了今晚，我们就是正式的夫妻了。是啊。那少离，你喜欢我吗？如冰的冰妻玉骨，我自然喜欢。少离，纳了气，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过来。婉若，你今天晚上真漂亮。今天是你和夏小姐的大喜之日，你不该在这里。婉若，那你要我去找他吗？
莫少离！